嗨，大家欢迎回到实际操作基础课程的第3堂课。今天这堂是实际操作课程的最后一堂课。第1集跟第2集讨论的是实际操作的1到3，今天我们会讲的是第4个，就是包边带、滚边条跟缎带的做法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各种缎带、各种绑带或者是包边带、滚边条，这么多名称，其实它们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然后版型上、纸型上，它也会跟你说大概的形状是这样，所以不一定是这个宽度，有可能比较宽。这个缎带呢，它有一个方向性，它必须是沿顺纹来裁切的。有顺纹的就会有这种斜纹的，很常见，叫做 bias tape。你可以是45度角斜切，你也可以是135度角斜切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们就可以大致上把缎带分成2类，一类是可能会有其他用途的，不想伸缩的；另外一类是45度斜切的这个 bias tape， 这个叫做滚边条或者是包边带。这个呢，它是希望它比较有弹性的，希望它伸缩的，不会掉边的。布料的织法造就了它可以有这样子的稍微的弹性，而且它也不会掉任何的边。这就是它，滚边条或者是包边带它的最大的用意。那我们就先从最浅显易懂的、最好做的这个顺纹切的缎带开始做。帮大家复习一下，顺纹切就是沿着这个布边，工厂做的这个布边来顺着纹路切。另外一个45度角斜切的叫做 bias tape 的，对着它45度角或者是135度角斜切。我都会用切割垫上面的这2条线来做辅助。当你对齐着某一条水平线之后，尺对着这一条斜切的线，就会很容易就找到它的45度角了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只有顺纹切跟斜纹切呢？原因是因为横纹是很容易被拉扯断的，所以你不希望你做的缎带可能稍微一用力，它就断成2半，就算你把它缝在一起，它还是会断掉。顺纹切可以运用在背带啊，或者是袖子口啊，或者是你的裤头啊，都是用这个方向的顺纹切。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比较小的蝴蝶结，也是顺纹切。很不幸的，我的那个滚刀现在刀片非常的钝，所以我就没有要使用它。我们用剪刀，节省时间跟力气。我把它们叠在一起剪裁。好的，刚刚切出了2条1寸宽的缎带条，有几种可以把它们做成绑带束绳的样子。然后我今天会介绍2种工具，然后它们都是同一个概念。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不用工具就可以做成束绳或者是绑带。它的概念就是把缎带的长边对长边对折，然后取得了它的长边的中线。取得中线之后，再把长边对齐中线，烫过一次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，先用指甲稍微印出一个痕迹给大家看，然后再对折一次，最后你就会有一个很稳固的绳子，然后再把开口缝合起来，这就是它的概念。可是有人就会觉得，先烫一次，然后还要用这么小的边再往内翻折一次，很麻烦。所以市面上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工具，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帮你做到这个东西，然后你的另外一只手只要拿着熨斗拉过去、烫过去就做完了。所以这个是可以辅助这个做法非常快速达成的一个工具。另外一个做法虽然原理一样，但是这个方法缝线会留在外面，但是另外一种方法它可以把缝线藏在里面。同样的也是一种往内翻折的概念，也就是说我们不先把缝份留在里面的话，我们让它布料正面对正面，缝在一半的地方，最后再用一个叫做 loop turner 的一个叫翻带器的东西，把它由里往外拉出来。你的翻带器可能会长得跟吸管很像，或者是筷子，但我的是这个金属的样子。前面本来是有一个螃蟹手的，大拇哥被我折断了，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小勾勾。这2个方法都可以，那我们就先用这个来试试看。好的，刚刚说的第一个做法，长边对长边先折出中线来，接着2个长边对齐中线，然后再烫过一次，最后再沿着中线把它们对折一次。如果拿1英寸的布料来做缎带的话，做出来的缎带会是它的1/4长，1/4宽，所以就是大概1/4英寸，大概是0.5、0.6公分左右的缎带，非常的细，
非常的麻烦。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做法的话，可以考虑用这个工具。你会需要一根针来辅助。首先先把这个喂进去，在喂进去之前，为了减少它的阻力，你可以剪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样子，然后把它喂进去的时候，拿这根针在这个中间的缝里面带着这条布往前走。这样看到，好，出来了，针放回去。这样你拉出来的时候，它就自动帮你折好。这一种工具它有给很多不同的宽度的，这个是6、25、18，还有12，以及最小的这个是什么？6，这个是6，这个也是6，哦不对，这个是9。好，我们只要这样一边拉一边烫就好了，非常的快。这就是第一种做法。我把它全部烫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看怎么缝。这是我们刚刚烫好的那个缎带，接下来你只要沿着中线再对折一次，然后缝在边上。这一次我们要缝非常靠近这个边缘，大概在0.1公分的位置。刚刚是用针长2，我们现在用针长2.5，就是它一般的预设值。如果我们调到针长3.5呢？是我们刚刚缝出来的缎带，针长2。针长2.5以及针长3.5，很适合做短绑带，因为它一点弹性都没有，也不用担心你会把它拉断。蝴蝶结、肩带都是用这样子的做法。那如果你今天要把缝线藏在里面，不要看到的话，那看起来可能就会比较细致。我们来看它的做法。我刚刚已经把这一个缎带呢正面对正面先烫过一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看着背面来缝在它的中线的地方。有些老师会跟你说，你可以把缝份剪得再更靠近缝线一些，那他可能就会建议你把针长再调小，变成2或者是1.5左右。他这么做的用意是因为你要反翻，可能会影响到它，就是反翻的过程中会比较多摩擦力，或者是比较不容易塞进去。但你也可以选择不这么做。我刚刚针长没有刻意调小，但我可以把靠近要翻转的这个头的缝份剪的比较靠近缝线一些，可能可以帮助它在刚开始的时候翻转比较顺利。当然你也可以就是非常靠近缝线的，像这样子的，把缝份剪掉一半。翻带器呢，从你刚刚剪的另外一边开始，然后把翻带器戳进去，然后一直到另外一边。好，这边缝份刚被我们剪掉了一些，它这边应该会有个大拇哥，但它被我掰断了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钳子呢，这个勾住。如果有那个大拇哥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好控制或者固定布料。有些老师会跟你说拉缝份这里，可是我的经验是我比较喜欢拉另外一端，就看你个人的喜好。然后就是一直的旋转，然后把缝份塞进去，然后一旦塞进去了，就可以顺着它一直拉你的翻带器。我在刚开始使用这个翻带器的时候犯了很多错误，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顺纹切、斜纹切跟横纹切之间的差别，所以我那时候就用剩下来的布料很随意的方向的拼接出了一个缎带，然后来做这件事情，总是会拉断。好，我们把大部分拉出来之后，剩下这个小尾端，顺着它把它拉出去就好了，完全看不到缝线，缝线跟缝份被藏在里面。这非常适合做洋装的细肩带，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做出很棒的绑带，应该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上面。以上就是做这两种缎带的方法，有缝线裸露的跟缝线没有裸露的顺纹切的缎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bias tape， 就是包边带跟滚边条之间的差别在哪里。滚边条跟包边带这两个名称，其实就是在做法上，在做作品的时候可以拿来收尾的方法不同，它们其实都是长这个样子，只是要放上去的时候的那个做法会不一样，但它们两个的作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要收边用的，所以我把它跟这一集放在一起。要制作出包边带跟滚边条这样子的缎带呢，做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切一条一条的斜纹切缎带，然后拼接在一起。另外一个比较网络上的做法，它比较快速，但是需要了解它之间的原理才能做得好，可能在制作过程当中会让你心有点累，所以我们先做一般的拼接缎带的方法，再来做网络上流行的那个方法。给大家一个比较目的性的指标，就是通常会在领口的部分看得到，所以我做了两个迷你的领口，
要来示范。好，这个先放旁边。刚刚我们的缎带是1寸的，这一次我们做3公分。我的这把尺刚好就是3公分，但很不巧的，我的那个滚刀现在没有刀片，所以我们必须先画线，再来用剪刀剪开。如果你有滚刀的话，直接按照这把尺的宽度来剪裁会很快。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对齐其中一个角落，按照你的切割垫上面的这个斜纹来画一个记号，或者是直接剪裁。我们这次需要的缎带没有很长，大概只有这样而已，所以为了示范拼接，我用比较短的这一边来做。我现在先把这2个裁切下来。像这种正面背面分不太清楚的，我都会在后面直接再打一个叉叉。然后你在拼接的时候，这样子的形状可以来拼接。可是我们不能直接这样缝过去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缝边，然后留一些缝份，所以会有一部分是重叠的，意向上是这样，对吧？然后你希望它正面对正面拉开来，看不到缝线，缝份在另外一边，在布料的背面，所以我们要用的技巧就是正面对正面，缝在背面。但如果你这样缝的话，就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做完美的衔接，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记得的是，就是沿着它的斜切的角45度的拼接。假设我们已经缝好了，我们缝在这个大头针固定的边上，这样拉开的时候就会是正面正面，看不到缝线，缝份在另外一边。OK， 我们这里留的缝份大概留1/4英寸，大概0.5、0.6公分的地方。底下我们要缝在现在在画的这一条线上，所以我们要拿这条线来对齐。你要接缝的这个边，等一下这里会是转弯的地方，所以你必须对齐下面这一块布料的边，上面这里也是。所以我要把它移上来一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缝在这条线上，这条线刚好会衔接这个边以及下面这一个边。我们现在是斜纹切，针距调小一点，拉扯的时候才不容易出现那些莫名其妙的空隙。我现在的针长调整的是1.8，不用回针。缝在45度对角这边，其实也可以平均分散它的拉力，所以你拉扯的时候它才不会容易被拉断。大概就长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需要20寸的缎带的话，你就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拼接起来，然后拼到20寸。在做完之后，只要把缝份往两边摊开，烫平，然后把多余的布料切掉，这样就好了。另外一个网络上流传的比较快速的做法，也是运用这样的原理，只是它强调的它是无限循环的一个做法，示范给大家看。运用这样子的原理，先剪裁出一个正方形，做出一个无限的记号，然后让它一口气剪开，变成一大条这样子的包边带滚边条。做法有点难懂，但我尽可能的详细的解说，你就看完这2种做法之后去做选择，看你喜欢哪一个，然后你就用那个方法去做练习就好了。这个做法呢，我们需要先把正方形剪裁成2个直角三角形，我们要用直角三角形的这一个斜边来做依据，然后做成斜切的包边带滚边条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是一个斜切，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一个方向来剪裁。然后我们要拿上面这个直角三角形，应该是要正面对正面的，把它跟底边合在一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缝在底边。然后别忘了，我们刚刚接缝的时候需要留缝份，所以你会有上下2个像这样子多出来的缝份都在外面。同样缝在0.5公分，大概1/4英寸的地方。针长还是用刚刚的1.8、1.6都可以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刚刚的做法是布料的正面对正面缝在了背面，留了1/4英寸的缝份。熨斗把它烫开，现在用的手指熨斗。这个社区真的很爱施工耶！别忘了，我们刚刚斜切的这个边是我们需要做的包边带的方向，因为它再怎么说都是一个斜纹的缎带，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斜纹画出我们想要的缎带宽度。很明显的看出这是我们要的缎带，而这个是等一下会多出来的布料，就直接把它剪裁掉。老实说，我曾经想要做出一个完美的公式，让这种多出来的布料是可以避免的，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过。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更窄的平行四边形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它们接缝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无限。什么意思呢？假设这是我们的开头好了，
这是我们的1，这一条结束的时候我们加2，然后2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它连接到第2条的起始点，所以2要接2，然后最后结束在3这里。好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，那我就直接做，你可能看着看着就懂了。接缝的时候都是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，所以我们把2需要接缝的2正面对正面接缝在一起，它会形成一个非常扭曲的无限的感觉。我们刚刚做了几次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必须看着背面来缝，然后要留1/4英寸的缝份。好，这是我们要缝的1/4英寸，然后我们要对齐刚刚说的，画明显一点好了。这是我们要裁切的点，这是我们要接缝的边。所以我们刚刚说会有多余的三角形的裸露出来，这里也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对齐的是线，不是边，不是布边。你有看到奇异笔的线对吧？我们要对齐这个线。很多人在这个步骤对齐的是布边，就会越剪越小，然后最后线全部就歪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接缝在这条线上。我刚刚裁剪出来的是5×5英寸的布料，所以现在要接缝的边只有一个。但如果一口气做10×10或者是20×20的话，这条线会相当的长。总之，你必须对齐每一个交叉的这个点，然后对齐的是缝线，而不是毛边。我们先把这个缝起来。我们从这个交叉的点缝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有很多的交叉点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从交叉点开始缝，缝到布边。同样的，不需要做回针，针长也依然是1.8。这个奇怪的东西现在长这样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第2条缎带要接缝在一起，然后我们要翻到正面来找到1、2、3，有吧？我是对齐的，1连接到2，然后再3结束。所以我们刚刚画的这条线就相当重要，因为这条线会指引着我们一口气把它剪开，变成一个超长的包边带滚边条。从1开始剪，这种无线缎带的做法，除了在包边带滚边条可以看到之外，在行缝其实也蛮常见的。好了，做完了，1、2、3，哒啦，有点难懂，但是只要多做几次，这个技巧其实可以帮助你很快速的做出这样子的包边带滚边条。同样的，把缝份摊开，烫平，多余的布料那个小三角形就剪掉就好了。包边带跟滚边条其实都是在讲一样的东西，都是 bias tape。它的做法有很多种，它的运用也有很多种。你可以在旗袍里面或者是外面看到一些包边带裸露在外面，那种东西叫做外滚边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内滚边，就是藏在里面，你可能看不到任何的缎带，只有一条线会显露在外面。这是正面，这个是正面，布料的正面对上正面缝。有些人会先烫过，把这个包边带滚边条烫出一个痕迹，但我自己是觉得不用，我几乎每次做都没有这么做。但如果你想要看起来比较专业一点的话，跟刚刚的缎带一样，烫中线之后烫出另外2条长边的1/4、3/4那边的线，但我这边就不这么做，做法一样，也是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。好，我们直接从这里开始，我们需要做1/4，所以我们大概从这里开始缝。我们会希望正面的包边带小于背面的包边带，所以你可以故意缝在比较窄的这一个边，不一定要缝在这个线上，你可以为自己保留一点。今天是比较薄的布料，如果今天遇到比较厚的布料的话，直接缝在1/4处的地方，你在翻过去的时候，这边会吃掉大部分的布料，那么背面的包边带就会比较少。所以这个必须考虑进去，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么多，我们只看做法就好。我就直接缝在1/4的边上，这里的针长不需要特别做调整，用原本预设的2.5就好了。缝的时候把弯的这一块布料放在下面，直的放在上面。包边带滚边条的缎带是有弹性的，在缝的时候稍微拉一下，然后去旋转下面这个旋转的这个有弧度的布料，会有一些褶皱。但没关系，缝的时候就会慢慢消除掉。开始咯，回针。好，我的布料稍微转了，然后这边也拉一些，拉紧一点点而已，像这个样子。
因为我刚刚有稍微拉一下我们的缎带，所以它现在有点 Q 起来了。这是帮助我们在往另外一边翻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己呈现一个非常漂亮滑顺的平面。几何图形上来看，这一条弧线绝对会比上面的这一条弧线还长，稍微拉扯你再缝的这一条弧线，所以就是拉长之后被固定，中间这一条呢它就没有被影响，是原本的长度，它就可以制造出这样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用手指熨斗把它烫平，哈哈，翻到背面去。接下来就沿着这块布的边，把包边带往下折，折到这里，再折一次，这样就等于是把边包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直接缝在边上，稍微用针固定一下。你可以看着布料的背面，然后看着这个开口来缝。有另外一个做法是看着布料的正面缝。OK， 这是布料的背面，然后我沿着它的边非常靠近的缝了一条线。但你没有办法控制这条线出现在哪里，很多人会不喜欢露出这个边，所以他们会反向的来缝，他们会把包边带先固定在背面，然后假设这里是背面，然后正面会长这个样子，会露出一条缝线。但如果你不想要露出这样子的缝线，或者是看到这样子的结果，你可以看着正面，然后我们缝在这一个缝线上。做法其实非常的浅显易懂，就是要先用大头针固定，然后我们在固定的时候看着正面固定在这个边上。等一下我们就沿着这个缝线来缝，确定有抓到布料就可以了。我的包边带做的是3公分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做起来的效果太缝的会让你很紧张的话，你甚至可以3.5公分、4公分都没关系，因为多余的布料剪掉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直接缝在刚说的这条缝线上。我是用不一样的颜色的线啦，如果用一样颜色的线的话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，真的。这个做法虽然正面长得比较好看了，比这个地方好看了，但还是有风险的，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后面长什么样子。哦，还不错，我每一个边都吃到了。几种做法啦，每个人的喜好也都不一样，看你喜欢哪一种做法咯。这是包边带的正面，这是包边带的背面。另外一个做法呢，这一条缎带长起来，用刚刚的方法先把它们缝合在一起。刚刚是说，刚刚的包边带是切4等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缝在1/4处。这一个滚边条呢是3等份，我们缝在1/3的地方。我现在全部都用目测，但如果你觉得很不安，你可以自己画一条线，一样用针长2.5就好了。有弧线的布料放在下面，滚边条放在上面，稍微拉扯。我练习过蛮多次的了啦，所以都没有用大头针固定。把多余的布料剪掉，哒哒，跟刚才的做法是几乎完全，目前为止都一模一样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没有要留出这样子的一个边在外面，我们要把它藏到后面去，也就是直接在缝线上折往后。好，我们在背面看一下。在这个地方直接1/3处折到缝线，刚刚是折到毛边，我们现在折到缝线上，再折一次。这一种做法就一定要斜纹切的缎带才能做得到，因为只有它才保有布料的一个弹性。好，我们现在是看布料的背面，回到正面来看，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，你只看到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边而已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要缝在滚边条的边缘，所以会在大概1公分以内的地方，0.9、0.8公分的地方会有一条黄色的线，它等一下会在下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缝。缝在这个开口的边上，回针。你要对齐的是这个边，不要看这里，因为这里再怎么对齐，等一下还是要藏在里面，然后外面只会看到下面的那条线以及这个边有没有对齐，所以我们要对齐的是这个上缘的这个弧线。完成了，长这个样子。如果下面这一条线换成蓝色的话，就会非常的不明显了，然后你也完全看不到滚边条在哪里。然后背面长这个样子，很适合做领口，尤其是洋装的领口，会有一种非常干净利落、非常精致的感觉。
总结一下所有的缎带的做法，我们刚用了顺纹切才切出了1寸宽的缎带，然后一个用翻带器做出了没有裸露缝线的蝴蝶结或者是缎带绑带，另外一个呢用了一个实用的熨斗，然后往内翻折了几次，会有一个缝线裸露在外面。这2个缎带都是直纹切，另外2个 bias tape 是斜纹切的呢，比较适合运用在有弧度的收边上面。这个是包边带，顾名思义就是把边包起来。另外一个是滚边条，你会完全看不到缎带的形式，只会留一条缝线在外面。这种做法呢可能会有一些风险，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先缝在背面，再翻到正面缝出这样子的感觉。另外一个做法呢是先缝在正面，然后反翻过来之后呢，先用大长针固定在这一个缝线上，再看着正面缝最后一条线。以上就是所有的缎带、包边带、滚边条的做法啦，希望大家都听懂咯。有问题的话在下面留言吧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